日冲突这把火，这下难收拾了，越炒越大。军演封航班，还羞辱式的宾尼演唱会开不成。日本看起来一路节节挨打，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相其实是中国在喷口水，日本准备给你一剑封喉了。今天中国在吹捧什么？2026晶片100%国产化，还说我们的小米卖赢特斯拉了，这都是今天的2个中国头条，真的是有这么好棒棒吗？如果没了光主机，你就没有晶片，没了晶片，你的这2样拼经济的腿不是直接跪下去了吗？原来日本一路不跟你吵，因为他知道光主机才是痛打中国的7寸啊。没错，目前为止来说，中日在这个搏火，那看起来好像中国动作很多，那日本似乎都没怎么回击。那我们觉得目前为止来说啊，以这个首相安倍来，这个所谓高市早苗来说，他老型仔仔。为什么老型仔仔？第一个，他现在民调一直往上冲啊，而且你看啊，他在出席这个 FII 的这个投资论坛，他说什么呢？他用这个晋级的巨人，因为曾经有人说他长相晋级巨人的某人，好，他又说什么 ？Just shut your mouth， 你给我闭嘴 ，and invest everything in me， 全部都压在我身上就对了。你看，相当有自信，很有底气对，没错。然后他最后的时候用这个安倍晋三曾经在演说过讲了一句话 ：“Japan is back, invest in Japan。”就是日本回来了，投资日本就对了。所以看起来话，你看他的底气十足啊。好，那你看他最近呢，我看他有一个殊荣，因为呢，他10月当选这个自民党总裁有说什么？我要工作，这样子不断的工作。你看，就没想到他夺下今年日本的流行语大赏，真的啊！我就跟你讲，能够得到这种都一定是当年最流行的，就大家最关注。那你知道上一次有这个首相得到是2009年的这个鸠山由纪夫，他当时政党轮替哦，政党轮替一词获得当时的这个年度的这个流行语，现在又是工作5个工作变成是这样，所以它实际上日本的气氛完全不一样。好，那于是呢，我就讲最近呢，很多日本企业也感受到了这个中国，你这种动不动用经济制裁这种做法，对我们造成影响。所以现在他们是讲什么？台湾有事，日本有事，但是中国有病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他们就说日本企业已经开始厌倦跟精神不稳定的合作伙伴呢，这样你如果我跟你做生意，假如你因为我们两个国家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你又制裁我，我觉得那我干脆不要把这个精力放在你的身上。现在很多日本企业这样子做，你看哦，日本企业怎么报道？他说，在具有海外业务的日本的企业中间来说的话，只有16.2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国家。他2019年的时候是有23%左右的一个数字。对，然后另外一个。把中国列为最重要的市场的比例来说的话，从高峰的25.9下滑到12.3。我们看这个图就看得非常清楚嘛。他把这个最重视的国家和地区，你看19年跟25年的中国，显然在日本企业眼里来说，已经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情形了。好，这个图表也许是冷的，但是我们要带您看到市场的最前线，这几大品牌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，预测的第一品牌 TOTO， 还有 Canon 这个相机光学的第一品牌。对，他们本来从中国好好的，现在都要拔营要走了。这件事情我就问，到底是谁不能没有谁？对，没错。好，我们就讲是日本企业真的不是嘴巴说，他们都真的就烂干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看哦，这日资的这个中山的这个在中山的这个佳能猎鹰机公司，事实上它有赚钱，它不是没赚钱。你知道，它2022年的时候，它一年赚32亿人民币，赚那么多钱，就没想到就说，不好意思哦，我们在11月21号要停产哦，那你的员工就放假放到这个11月28号，那这个员工大概有1400，为什么要停产？中日紧张，我在那边生产也没什么意思啊。另外第二个，还有这个是日本的 TOTO 公司，它已经关闭在上海跟北京的2个生产基地，然后裁撤大概是2000名员工。它也不是卖的不好，它其实卖的不错。中国民众很喜欢买 TOTO 的这个免治马桶，但是不行，我就把它关闭。为什么啊？在中国做生意不如这样，我回去日本好了，或者到美国去投资。所以这变成是日本企业现在在这个用它的双脚告诉你，中国似乎是不是一个适合经营的这个地方啊？好，将近这1个月来的中日冲突，我们看到日本好像一路挨打，对不对？又是军演威迫，又是文攻武吓，又是经济制裁。高市早苗没有再跟你回一句话，为什么？安安静静，你喷满口水，喷满屋，一把出来就是
一剑封喉，他握着什么剑可以一剑封喉？对，没错。事实上，日本有非常多的这个招式可以对付中国，其中里面来说的话，就是光主计这3个字。事实上，光主计这3个字呢，我讲安倍也用这一招对付过韩国的文在，那时候让韩国痛到不行啊，让台湾为什么三星永远输给台湾？事实上，跟那一场的光主计封锁有非常大的关系。现在又一模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现在的这个传言是这样，佳能还有 Nikon 还有这个三菱瓦斯化学，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暂时把这个光主计出货给中国。事实上不是暂时出货，他是说用审批比较慢的速度给，就有意无意卡你的一个状况。对，好，那这个为什么会对中国来说形成一剑封喉呢？因为简单来说，日本的这个全球的光主计大概有70%是属于这个日本的，韩国厂商有一些，台湾也有一些，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是小咖咖哦。但是最重要是高端的光主计，它是95%，你就只有一家，别无分号啊。哎，我问你哈，光主计有一个形容说它叫做晶圆或晶片上的光刻刀，是没错。那我知道。现在中国他们大部分都是盘踞在比较成熟制程的哈。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先进制程，当然少不了光主计。对，这一招会对中国产生的什么效用跟压迫的力量吗？应该这样讲了，你看哦，我们这样用于制造大概110到180奈米的光主计，中国大概只能够自供5%。然后用于制造7到65奈米的这个光主计，全部都是日本。所以你看7到65就包含现在所有中国的先进制程，全部都在这里面。是。然后另外你要囤。很难囤，它不像晶片，晶片可以囤2年3年，对。但是光主计的保值它只有6到12个月，然后所以呢，光中芯呢、华虹等等的这个大型的晶圆厂来说，先进产能已经被迫。如果假设中国那个日本真的要控制你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减产，然后1个月内可能要完全停产。那尤其是中芯使用日本的光主计，良率已经低于60%了。如果再用其他国家，可能良率会更低，那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商用价值的哦。那我问你哈，这个光主计呀，在晶圆上面被形容是雕刻刀，对，它为什么跟雕刻刀有什么关系？对，应该简单这样说。好，我们刚刚讲光主计是什么？光主计其实是这种化学药品，它是涂在晶圆一片晶圆。我们看到一片圆圆的晶圆的时候，我先涂上光主计，一种叫正光主计。正光主计就是说呢，我被留下来的呢，我用这个水把它洗掉之后，留下来的这个线路就会存在。另外一种负的就是说呢，我只要留下来的不要，其他都要。所以等于是用这样来一层一层的堆叠晶片。所以你只要每一次你要这个新的这个，因为晶片是200-300层晶片200-300层的电晶体叠起来，你每一层都要光主计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我只要控制你光主计，你根本连晶圆连根本做不出来，连做都不用做，不出来，连做都不用做。所以我才说，这真的就是完全会掐住你的脖子啊！对，所以你就知道瑞银都说什么，日本的光主计企业的技术领先至少维持到2030年，这个完全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个所谓专利权在他手上，你绕不过去就是绕不过去。所以我在说，这不止我们台湾也很怕日本会来这一招啊，但是我们台湾跟日本关系很好，所以韩国就曾经中招过啊。对，你在讲那个三星那一次超有感觉，而且这一次中国，你看我现在全部依赖日本供应的光主计，我尚且我的良率只能到60%。对，如果日本不给我了，我用国产的，我可能连30都不到，什么概念？整锅倒掉，没有用。对，我就讲为什么当时这个安倍一出手之后，韩国三星的良率马上暴跌，是因为没有办法找到替代方案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一剑封喉的哈。那当然了，中国也不是说我们就白白挨打。你知道今年5月的时候，日本就有披露一个目标，就是说华为的目标呢，他把2022年成立的这个珠海基石科技呢，打造成端到端的化学材料供应链。简单来说，他也要这个发展光主计，然后他希望说能够和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化学公司互相竞争，然后打造自给自足的本土半导体的供应链。那他当时有来台湾，还有到日本，还有南韩招募人才。可是军将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光主计不是你1年半载能够研发出来，这至少要2到3年以上的时间。如果我就讲，这时候如果日本真的给你一剑封喉的时候，你要2到3年，那中国都不知道停滞到什么时候去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其实。我想日本是没有出招啊，其实事实上这一篇这种文章，事实上中国曾经有出现过，万一日本对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办？但那文章很长就下架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不能让中国民众知道说他们真的会被一剑封喉的这个情形啊。这2年你看到中国他们在主张什么？2026晶片要国产化，我就问光主计光一样你拿不到的话，你100%你要剩几%？第二，今天他们在吹捧什么？哇，我们的小米电动车卖赢特斯拉。很简单，今天没有光主计，你做不出晶片；没有晶片，你电动车你哪里跑得动？对，没错，事实上中国的产业没有错，它的电动车整体出货真的是世界第一哈。那尤其是你看日经今天有个报道，
那中国的车企在2026年就可以完成晶片100%国产化的目标。我跟他讲，这个是吹牛的，不可能啊！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呢，你知道小米的这个电动车，它不是推出这个 U7吗？哇，卖得不错啊！你知道它10月的销售量有3.3万辆左右，它超越了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， 在当月在中国有卖2.6万，所以它等于是小米呢也打败了这个特斯拉，不只是这个比亚迪，小米都打败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双雄已经把你电得金细细啊哈。不过俊相，我跟你讲啊，敢买这个 Y7的哈，我就跟他说你是好汉。你在讲反话吧？对，英雄好汉。对，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我看的时候我真的都替他们流冷汗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第一个，它的座舱晶片。座舱晶片是什么东西呢？座舱晶片简单，就是所有自驾系统就是要这个座舱晶片来控制。好，它把什么？原本它用的是车用的高车规的晶片，对，它换成手机用的骁龙的8G3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换成手机晶片，反正晶片就晶片，怎么了吗？就像我跟你讲，这差在什么地方？手机爆炸，你人不会怎么样。手机，所以手机的良率呢，手机晶片的良率呢，顶多90%。是，但是你要所谓的车规晶片，你知道良率要多少？要99.999%，不能够，因为你一旦出事的时候，你整个车毁人亡车毁了会有生命安全，所以这是生命安全。所以为什么要用车规？你看为什么？骁龙8G3它只有一颗160块。可是车规的高通的车规要900块，为什么要这么高？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很贵啊，难怪它可以无止境 cost down， 所以我才说你敢买，我就说你好汉一条。为什么这样讲？你看消费级的这个晶片，通常它在3到4年，我们手机已经3到4年就挂了，所以你用骁龙8的这个晶片，你大概乘车载晶片也是3、4年就挂了。车子我怎么可能3、4年？所以嘛，他就现在给你低成本啊，好，那再来它0到70度，手机你看太冷的时候它就会停机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它也会这样，它一模一样的局面，但是车用是怎样？0下40度到105度，然后它使用期限可以到15年，所以人家车用，为什么我们用车用晶片都有用那么久？好歹你买看看。对，所以我才说你有 guts， 我就说你敢买，你有 guts。好，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中国车媒，我们不要说我们讲，这是中国车媒自己测试的哦。他们去测试36款热门的车子，然后这个15种这个车子的这个情形，他想说我们这些我们的自驾车在面临这种高风险的时候会怎么办？结果呢，他们这15种场景只有35.7通过，其他全部全军覆没，只有特斯拉通过。而且你知道，事实上小米最厉害的那一款呢，它怎么样？它居然就直接退出自驾，确战，要发生事情就可以退出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哇！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事实上他就说，这责任不是我的，这责任是你的。你要买，你就有 gas。所以才跟你说，中国的宣传有时候真的说的是很好听，但是其实我们要仔细去看那个内涵，就绝对不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。刚刚看到的这场中日冲突，要是逼出了日本倚天剑，恐怕中国经济的2条腿——电动车、半导体，当场要断腿。反观台湾呢 ？CNN 点名我们今年的 GDP 上看7%，将要超越中国。哇，一个关键中的关键来了，车市才说在担心2025车子能不能卖破40万辆，大有可能。刚刚放榜的11月份的销售成绩，哇，你来看看，真的是台湾车坛像是拉尾盘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挂牌的数字直冲5.7%，什么概念？就是说现在是2月份压轴最后一个月，有能够吹起来，全年40万辆达标就有可为了。没有错，俊相哥，现在大家都在讲说，这个川普的关税政策打压之下，台湾的经济却是逆风高飞，对，飞到什么程度？是连 CNN 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啊。他们说啊，哇，你看这数据，台湾连续2季的这个 GDP 都有8%左右的成长，对，全年来看呢，预估应该会到这个所谓的7.37%。哇，你看看这个曲线一路上去，这是什么样的鬼故事啊？7.37是今年预估2025，全年来看的话，而且是会超车中国大陆的，因为中国大陆前2天数据刚出来了，大概是4.8%左右，对，等于是大幅领先中国大陆。那在这个整个台湾啊热钱滚滚的状态下，这钱有可能滚到台湾车市来吗？我们从这个数据来看啊，其实这个前半年啦，因为这个关税的打压之下，所以其实很多人不敢买车。但是现在关税看起来谈判是趋向乐观的，再加上说年底到了啦，又有这个台北车展要到来，所以优惠都是这个可以说是杀很大啦。那我们看到11月其实就已经有反映。
应了，包含是11月的这个销售数字哦，就到了3.6万台，而且已经比前一个月成长了5.7%左右。那你放大到全年来看，1到11月。现在是卖了36.7万辆，对，所以等于只剩下1个月的这个冲刺期啦，要来保住这个40万台的保卫战。其实我要是凭11月的水准的话，就达标了，40万就达标。对，如果能够打开熊，我们一定突破40万辆。那我们回头来看看刚刚出炉的11月份的这个销售成绩的榜单，上面你可以看出什么猫腻呢？好，没有错，我们来看是哪一些火车头在拉呢？除了这个 Toyota 常年霸榜龙头之外，我们要来看2个数字，包含是月增跟年增的这个部分哦。有3个品牌表现最好，包含是 Lexus， 包含是宾士，还有马自达。年增跟月增其实都是这个双位数起跳的啦，表现可以说是非常好。那有什么本钱继续让这个买气延续下去呢？那就要看接下来的新车了。好，你刚刚特别画到的是3家品牌哈，Lexus， 然后 Benz， 还有这个马自达，红框的这3家，我们就带您来看到，你要年销拼40万辆，现在一个很棒的消息，最不缺的就是火种。对，这3家公司3款车子贡献了多少冲刺的火种出来？好，没有错。我们现在刚刚有提到说，这个年底车展要来了嘛？对，大家最期待的哈几个品牌，我们帮大家列出来了。尤其我自己也很期待说，这个 Lexus 啊，有2台电动车，可以说是话题度、讨论度非常高。第一台我们看到是这个 Lexus 的 RZ 电动休旅车啦。就像刚刚还记得，我们2个月前也有在提到说，这个 Toyota 的 BZ4X， 因为它价格直接降8万，128万就能买，所以导致说今年配额直接被抢光，卖光了。那这一台车其实就是 BZ4X 的双生车，所以大家很在意说，这个定价有没有机会跟 BZ4X 一样给出一个漂亮的定价，销量冲上去吗？等着了。现在消息传出来哈，应该是会给一个漂亮的数字啦。那尤其说呢，其实我觉得它这一次比较大的这个改善呢，是在这个续航力的部分，因为大家开电车就会有里程焦虑嘛。对，他说这一次续航力可以提升到20%左右。那你要说续航力，不得不提下面这一台 ZC 更强了。很凶这台车，这是个第一次在台湾展出哦，所以已经有非常多的车迷卡位要去拍了。虽然说它还是概念车而已啦，可是你看它不止这个外形做得非常酷炫，甚至直接跟你说了，它的续航力是可以跑到1000公里。所以充20分钟的电，充饱之后可以跑1000公里，那就没有里程焦虑了，完全没有。你这个台北到垦丁再回台北，电还有剩啊，够了。对啊，所以大家也非常期待说，哇，这个如果未来真的成功量产了，应该也是会掀起不少讨论度的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完 Toyota 之后呢 ，Benz 也是出大绝，年底前抢钱大作战没有错，而且这一台车是非常多年轻人喜欢的 CLA 啦，现在竟然跟你说200万不到，你就能摘星成功，成为宾士车主啊！尤其你看它这个配备，科技配备，大家最在意的真的是给好给满，包含是这个 Level 2的自驾辅助系统啊，直接是以前是选配，现在是标配，直接送给你。那当然里面呢就还包含说这个台湾人买车最喜欢的就是这个360度的环景啦，一定要选这一个才这个车子开起来安全性也比较高嘛。那除了这个 CLA 之外啦，看帅呢，我们要来看底下这一台了，这是 AMG 的电动超跑。这个呢其实是用 AMG 的这个 EA 高性能平台量产的这个车型啦。大家看到这画面说，哇，双帅同框，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？听到整个的血热血沸腾了。尤其要跟大家讲这个 AMG 有多帅，他这台电动跑车还找来 F1 的布莱德比特来当代言人，他们把布莱德比特请去拉斯维加斯，还找来这个 F1 的赛车手跟布莱德比特一起开这一台 AMG， 就在 Vegas 街头炸街甩尾，为的就是要跟大家说我性能有多厉害啊！你看这个数据有够夸张，说可以炸出1360匹马力，抽翅膀要飞了。对，吃电而已，而且还曾经创下24小时可以狂行驶5479公里的狂人纪录。你看在烧胎的这个开车的那个趴车的小弟，开车的那些人，全部都是 F1 找来的正牌车手对，可以说是下重金在这个推这一台车啦。是，好，那除了 Benz。除了 Lexus 之外呢，我们最后来看看也是国人超爱的神车等级，Mazda， 他们在年底之前推出什么新款？好，没有错，Mazda 的优惠也是非常夸张，尤其呢，它不止碰到年底，它还有这个换代的部分，所以优惠的部分可以说是非常好谈啦。现在就有经销商传出来说，你如果是指定车型，再加上汰旧换新的补助，一台车竟然
90万左右，90万出头，你就可以买到这个马自达的 CX-5啦，也是非常多小家庭喜欢的休旅车嘛。那不过刚刚有提到说啊，这个 CX-5其实比较常被大家诟病、被大家笑的，就说啊，它这个是魔术小空间，你车格没比别人小，但是呢，你这个坐进去就是很压迫啊，就是觉得空间不大不好用啊。但是他们新世代的车型哦，现在在欧洲已经开始卖了啦，说呢这一次呢改变最大的幅度就是轴距一口气增加了11.5公分，而且呢还有这个油电的混合车型啦，等于说未来也可以比较省油。好，我们讲到了年销40万辆要冲关，车势要好，龙头要先好。再来，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和泰。和泰从越靠近年底，哇，那个动作越迅猛，他没有再跟你先来后到的。要抢钱就不跟你讲武德了，油车我要霸榜，现在油电混合我也要抢，纯电车我更是出双招，不同价位区间我都要进来抢了。好，没有错。有没有办法这个拉尾盘冲破40万辆呢？其实这个和泰一线销售，他们就说啦，我们现在看到车子没有卖不好，景气没有不好，股市一直创新高嘛，钱其实是还在的，大家是有准备要来买车的，赏车人潮是慢慢有回来的，所以他们其实目标16.5万辆的销量是不变的，甚至还喊话说要拼到40%的市占率。好，那他为什么有底气喊出这个目标呢？就是因为接下来他有非常多的新车款要来，而且每一棒啊都是强棒。好，带我们来看看，12月有台北车展，对不对？Toyota 推什么重磅的车款？好，先看到这一台呢，君相哥有没有觉得这个车头其实好像似曾相识？之前被很多车迷笑说啊，哇，这怎么跟法拉利的 SUV Purosangue长得好像哦？但是它挂的是这个 Toyota 的牌子啦。这一台皇冠跑旅话题度也非常高，因为除了长得帅之外呢，它有这个油电混合，还有插电式的这种2种车型可以选。那重点是售价了，因为一台车哦，如果用日本的这个日币来换算啦，台币大概是120万起跳。未来上市，如果在台湾真的也可以卖到这个价格啦，竞争力应该是非常厉害。好，我再给大家看到另外一款呢，这个价格是更具竞争力的 Urban。Urban 这一款电车，它区间要挑战100万之内，会杀到谁呢？好，没有错，大家在讨论的另一台就是这个Urban 嘛，大家在讲说哇，这个 Urban 呢，这个其实呢，现在在讲说它的定位其实可以比这个 BZ Force 更便宜，那大家就在猜测说，哇，那应该可以降到100万内的级距左右。我们之前有提到这个现代的 Inster 啊，它最新消息是传出来说，因为售价太便宜了，所以现在买车要排队。那要是之后 Toyota 的这个 Urban 上市呢，也可以压在100万内的话呢，那应该可以说是竞争力非常强，可以直接对打到这个 Inster 的部分啦。对，那除了这2款新车之外呢，这个当家的王牌 RAV4 也有新消息要传出来了。现在大家说呢，这个1月哦，你很有可能就可以开这新一代的 RAV4 过年了。真的吗？它不是到明年3月才会上市？现在说有希望提前，而且它是睽违7年的全面大改款。你看。它10月、11月到12月，它只是清仓第5代的 RAV4 都已经给霸榜卖到冠军了。对，那这个新车出来不是要抢翻天？对，等于说是竞争力更大，因为毕竟这个在台湾的能见度也还蛮高的。那虽然说传出啦，首波应该只有油电车款可以选，所以售价可能会比这个预期来说还要再高一点点。不过我们以过去这个RAV4 在台湾的这个定价销售策略来说啦，应该还是会给出一个漂亮的价格，所以让这个消费者买起来也是觉得 CP 值还蛮有感的。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，君相又来了，谢谢大家，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，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，多不容易！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，他在播的时候，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，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，真的无限感激。最后，我要跟大家瞪眼看，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，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。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.